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德蕾莎修女是一生救助穷人的好人好事代表，但在印度就有很多人讨厌她，印度政府甚至还要封杀她的修女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德蕾莎修女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台湾，大家认识的德蕾莎修女多半是无私奉献的圣人，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小时候写作文还常常引用她的名言，而她穿着一身的蓝边白色纱丽，帮助老弱病穷的形象也深植人心。网络上面也会看到不少台湾人呢分享自己到印度垂死之家当志工的经历，而垂死之家就是由德蕾莎修女所创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底下的其中一个机构。但是在去年底，在印度运作了几十年的仁爱修女会，却突然传出被印度的政府封杀，要切断他们的海外资金。那在外界震惊之余，这起事件在印度也激起了很大的火花，反对修女会的声浪四起，很多人甚至翻出了德蕾莎修女过去的种种，指控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圣人，还说她创办的修女会只是披着慈善的外衣在为非作歹。德蕾莎修女跟她的修女会不是一直在做善事吗？为什么会被讨厌？难道我们认识的德蕾莎修女其实是坏人吗？今天这一集是长期关注国际新闻的转角国际的内容授权合作影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德蕾莎修女的故事吧。而在故事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觉得 AI 很难懂吗？我不是在说人工智慧，而是可以让人设计出好作品的 Illustrator。很多人一开始学习都是花时间靠自己慢慢摸索，但如果是透过 Set Knowledge 知识卫星推出的线上课程 Illustrator 高效设计攻略，就能够帮你更快掌握 AI。内容有3大面向，包含掌握 AI 技法、理解排版心法以及18款实战设计训练，不止可以让你快速的上手 AI 基本工具，了解版面设计原则等等，还能够从真实情境出发，教你如何用设计表达想法、沟通。当然，如果这些你已经很熟悉，这堂课也还整合了许多设计资源跟 AI 隐藏技能，可以让你设计更有效率。那大家有兴趣的话，6月12号前结账输入折扣码志奇设计，还能够享有500元的折扣哦！快点到资讯栏连结加入学习吧。德蕾莎修女被誉为加尔各答的天使，在印度行善的事迹举世皆知。不过，她其实是在马其顿出生长大的阿尔巴尼亚人，原名叫做阿涅泽的她，1910年在天主教家庭中出生。而早在12岁那年，她就立志要到海外传教。成年之后，也如愿的抵达印度受训，并且在21岁的时候正式成为修女。这时候，她才把名字改成我们现在熟知的德蕾莎。刚开始，她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天主教贵族中学教书，还一路当到了校长。但眼看着印度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路边到处都是乞丐跟流浪小孩，他觉得自己应该有别的使命。于是德蕾莎修女离开了教职，在1950年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并且把修女服改成了印度种姓制度底层所穿的白色纱丽，誓言呢要一生服务穷人。以修女会为中心，她陆续建立了让穷人可以善终的垂死之家，帮助贫童的儿童之家等等机构，帮助孤苦无依又贫病交加的民众。而随着德蕾莎修女的慈善事业越做越大，她的名字也开始遍及全球，更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大爱无私的代名词。而他过世之后，教廷也在2016年通过奇迹认证，将他封为圣人。但是随着荣誉跟名声而来的，还有各种质疑与批评。很多人呢都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天使圣人，而是劣迹斑斑的问题人物。诺贝尔奖的光环和媒体的大力吹捧，让德蕾莎修女的事迹红遍全球，让她获得来自各界的支持。但不久之后，就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她的质疑，而最常见的批评就是认为她总是跟很多的独裁者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对德蕾莎修女来说，这样做可以帮忙机构拿到募款，顺便推广行善的理念，但有不少人认为那些跟她交好的独裁者们呢，最擅长的就是欺负民众，用各种手段来打压异己，然后再用各种方式洗白自己的形象。而德蕾莎修女呢，嘴上说要帮助可怜的人，她今天有机会谴责这些独裁者，但没有做就算了，还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很多人就批评她漠视公益也要做慈善的行为呢，根本就是沽名钓誉。而1994年，电视纪录片《地狱天使》也大力的批判，说她会照顾受苦的人们，却忽略了让人们受苦的原因。所以这些美名根本名不符实，只是大家过度的美化、盲目崇拜的结果。
就算有许多的争议哦，1997年德蕾莎修女过世之后，多数人对她的印象还是那个加尔各答的天使。直到2016年德蕾莎修女被封圣，才让她的争议又再度的被搬上了台面。像是英国卫报就翻出，有一次她在伦敦采购物资，迟迟不肯付钱，鬼打墙的要店员说这是要给穷人的。后来排在后面的顾客看不下去，忍不住帮忙付钱了事。结果她竟然对志工说：“看吧，我说过上帝会供应一切。”这样子强硬的行事作风，跟她慈爱形象之间的落差，就让很多人开始质疑德蕾莎修女真的适合成为圣人吗？而除了她个人的争议之外，这一波关于德蕾莎修女丰盛的讨论，后来也进一步的延烧到了她一手创办的修女会上头。很多反对德蕾莎修女的人认为她欠缺医疗专业知识，没有组织经营的概念，又只会一股脑的强调祈祷跟奇迹这种宗教的力量，导致她创办的机构有着账目不清、品质不佳等等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好好帮助庇护者。1991年，医学期刊 The Lancet 就派人到垂死之家探访结果发现有一些负责照护跟救治病患的志工没有受过训练，缺乏医疗知识跟技术，而且机构的设备跟环境卫生也都有待加强。而在德蕾莎修女过世之后，修女会在印度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多。比如说，在2018年，就有一名在那里工作的修女因为私下贩卖婴儿而被逮捕。警方还表示，可能还有更多的婴儿从修女会被卖出去。不过，在一连串的批评当中，最挑动印度人敏感神经的是修女会疑似以慈善为名行改教之实。长期以来呢，印度很多强硬派的右翼都指控修女会呢透过提供教育、资金或者援助等等的方式，让印度人改信上帝。印度教极右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的负责人就说过，这些修女服务的背后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接受他们服务的人都变成天主教徒。在1950年创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现在的规模非常的大，旗下有许许多多的组织，比如像是儿童、身心障碍者或是重症垂危的人等等，都有各自的庇护机构。而在印度境内呢，这样的机构一共有200多家。在去年的12月中，修女会又被人举报强迫年轻女孩阅读圣经、朗诵经文等等。虽然修女会强力的否认这些指控，但还是没能够挡住反对的声浪。而到了12月月底，就传出了印度内政部拒绝换发修女会的外资许可执照。在印度2020年修改国外捐款管理法之后，所有的 NGO 都拿到这张执照才能够接受海外的捐款。而单就去年，修女会的海外捐款就高达了200亿台币，没了执照等于是断了命脉。所以这一次的事件也被外界解读为印度政府要封杀修女会。而印度内政部的说法是，他们发现修女会接受不良注资，所以依法驳回他们的申请，但没有再提供更具体的解释或者细节。然后在1月呢，内政部又宣布要恢复修女会的执照，但是也没有多做说明。那虽然事情看起来好像暂时的和平落幕，但这起事件激起的火花却还在燃烧。在印度国内有很多的人都拍手叫好，认为修女会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还是强迫改宗的惯犯，伤害印度教情感，早就应该要关一关。不过这整起事件刚好就发生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后，所以印度各地不只是天主教，其他像是基督教等等的社群也都遭到了很严重的暴力攻击。有许多国际媒体呢就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讨论，认为这只是近年印度政府打压少数族群的另外一个证明。在印度有80%的人口都是印度教徒，所以他们跟穆斯林或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关系本来就有点紧张。因为从印度独立以来呢，就一直有部分极端的印度教徒认为印度应该要成为印度教徒的印度。不过因为印度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之前的政府也一直在牵制那些比较极端的印度教徒，所以冲突虽然会有，但并不是很普遍。可是自从现任的总理莫迪在2014年上台之后，事情就有了很大的转变。当时印度经济成长停滞，所以失业率、贫穷率等等的社会问题也一一的浮现。那本来就跟极右派组织走得很近的莫迪，就大力的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引发舆论，同时也成功的转移了一部分的民怨。而这样的做法也刺激了一部分的印度教徒对其他宗教的人产生了更强烈的排斥心态，甚至演变成了暴力。最开始受到暴力对待的是印度人数最多的少数族群穆斯林。从2017年开始就爆发了许多极端印度教徒私刑处决穆斯林的案件。而莫迪在2019年顺利连任之后呢，政府更推出了一连串打击异己的法律，比如被认为是在针对穆斯林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还有从2019年开始，各大城市就陆续通过了反皈依法。很多天主教还有基督教教徒呢，就认为反皈依法根本是冲着他们而来的，因为这套法律禁止强迫改变宗教，但定义很模糊，所以只是唱个圣歌、做个礼拜也可能被抓去关。光是去年1年就有上百名的基督徒遭到了逮捕。而此外，有了法律背书之后，一些极端的印度教徒也在官方的纵容之下，开始大肆的攻击基督徒。有些
些长期观察印度宗教纷争的学者认为，在莫迪政府的煽风点火之下，印度社会的撕裂越来越大，也更容不下对于不同文化与价值观的包容。这次印度封杀修女会的事件背后的因素真的很复杂，除了德雷莎修女的争议、修女会本身的丑闻之外，还有印度长年以来的宗教冲突，以及莫迪政府带起的民族主义风潮等等。那关于宗教冲突的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有大概的带过，所以欢迎大家从我们的资讯栏去找到更多的延伸资料。而族群的撕裂有太多复杂的问题要解决，所以我们这些旁观者可能也给不出什么具体的建议。那话说回来我们看到德雷莎修女形象崩坏的这个消息，心中的感觉还蛮复杂的。一方面会觉得真是可惜，那些年我们认真欣赏过的完美楷模，竟然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好。但一方面也觉得果然嘛，人本来就不太可能完美，小时候还是太天真了。不过就算他有一些负面消息，我们觉得他做过的好事，也不至于就该被全盘的否定。对我们来说呢，最大的启发就是要做一个完美的人真的很难。所以看着身上自己的各种缺点好像就比较释怀了一点。好的，那最后呢，还是想要问大家，知道了德雷莎修女的争议之后，你觉得如何呢？太幻灭了。我觉得呢，虽然他在帮助别人，但是手段有问题，应该要被检讨。比他做过那么多的好事，那些争议放在一起看，应该还是瑕不掩瑜吧。C 没有特别的感觉，伟人也是人，而且以后搞不好会有更多方案的资讯，也不一定。替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不一样的德雷莎修女。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翁山苏姬的争议。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